小伙伴们，看看这是啥？刚刚开始的英特11代酷类 i9-11900K 到手啦！瞧瞧这可爱的小东西，11代酷类据说是专为游戏而生，游戏性能再攀新高。不过也有人说 11900K 是倒挤了牙膏，还不如上一代。麦克一直信奉的是在实践中发现真理，那么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，咱们测一测它到底几斤几两。如大家所见，这里有一块主板、一块显卡，还有一个散热器。但如果想搭建一个测试平台，这些还远远不够，所以幸好我还有2台废弃主机，可以拆一些配件下来。实话说，这台主机可是我的一大功臣。这是我做专职自媒体以后组装的第1台主机，通过这些遍布的灰尘，就能看出它的历史悠久。由于生活拮据，上面的 2080S 已经被我卖掉了，卖了4900，别人说我卖亏了。不过内存和固态硬盘还在，可以拆下来用用。至于上面的 CPU 只是一块8700，早已成了老掉牙的存在，那么现在就只剩下电源了。找到了，在一个阴暗的角落找到一块850瓦的金牌电源，竟然还是全新的，连塑料膜都还在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买来的。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些硬件。硬件全部凑齐，准备组装。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块主板，这是一块来自机家的大雕 Z590，专为第11代英特处理器打造，这上面标注了它很多的卖点，看着头晕，咱们直接上手。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沉，真的好沉，绝对不是夸张。虽然我的双臂有伏虎之力，但感觉这板子可能是个全金属制品。打开盒子，先是一张机家的贴纸，各种样式都有，暂时用不到，先放一边。瞧瞧这块板子，大部分区域都被散热装甲包裹住了，怪不得那么重，机家也真舍得堆料，真的好沉。挨个看了一下底层的这些盒子，比较意外的是，还附赠了一个固态硬盘转接卡。不过机家这块主板上的 M2 接口已经够多了，以我的经济实力，这卡估计暂时用不到了。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块主板。11900K 号称地表最强8核，所以搭载它的主板也必须够强够结实。整个主板上覆盖了大面积的金属散热片，散热能力毋庸置疑。插槽部分支持 PCIe 4.0，与上一代相比拥有更高的带宽，所以能够让显卡或者固态硬盘的性能不再受带宽不足的限制。对于拥有307显卡的我来说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同时这片区的散热装甲下面还有3组 M2 接口，有了这些散热装甲，可以更快的带走运行热量，保证硬盘的稳定运行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供电部分，这块机家大雕 Z590 用的是20+1项直输数字供电设计，再加上6层高密度 PCB， 这种用料完全就是为了超频而生，这可以让我们放心的玩命挖掘11代 CPU 的极限性能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里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设计，这块主板把所有的接口都设计在了一侧，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主板正面干干净净，而且翻面理线，对于强迫症用户来说非常实用。接口部分丰富的要命 ，WiFi 6，一个10000兆高速网卡，一个2.5千兆高速网卡。HDMI 数不清的 USB-A， 关键是还给留了2个雷电接口，这下可以玩更多新花样了。看完了主板，再来看一下这块显卡，其实也没啥好看的。之前麦克已经发过很多期307显卡的评测视频，这东西现在是绝对的理财产品。我那个 2080S 闲鱼卖了4900，而我朋友的 2070S 卖了5600。当他跟我炫耀的时候，我一口气差点没背过去。等等，瞧我发现了什么？机家的显卡还送手办的，太可爱了吧！我感觉单冲这一个也得买块显卡，真不错，太酷了啊！当然，主要也是我的25拍的好。接下来是散热器，听说11900K 可能有点热，所以我直接选了一块超频3棱镜 G2 CX360 ARGB CPU 水冷散热器。有了这种顶级冷排，才能充分释放11900K 的极限性能。纯铜底座，整个水冷头也非常厚实。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这块支持1680万丝 ARGB 的全面屏，厂家称之为极光之镜。之前开过产品视频，流光溢彩非常漂亮。一会儿开机后，大家就会看到效果了。那么也先放起来，开始正式装机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我那个机箱还没有收拾好，所以准备先来一个散装平台，主要还是先为了测试一下那块 CPU 的性能。开始愉快的装个机。装机第一步，安装 CPU。现在的 CPU 都是防呆设计，基本不会装反，当然事有万一，我们也需要小心核对。第二步，安装内存。第三步，安装固态硬盘。安装第2块固态硬盘，这块盘将作为游戏盘。组装散热风扇，涂抹导热硅脂，完美，上辈子一定是个瓦匠。安装水冷散热器，安装理财产品，差不多了，再接上线就万事大吉了。
搞定，收工，一切都那么的完美，除了这些线材稍微有点凌乱。来，老天保个佑！瞧瞧，这就是一名专业装机手的过硬技术，一次点亮，绝不拖泥带水。其实我感觉后期要不要就不带机箱了，省得每次升级都要拆装，麻烦得很。现在已经进入桌面，主要是那个硬盘本身就带了系统，节省了很多时间。但我突然想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事情，这次我想做一个和 1090K 的横向对比，但这组内存貌似只有2400的频率，需要超频一下。超频很简单，当然，对于机甲这块大雕 Z590 来说，超频可以说是小菜一碟。我们直接进入进阶模式，然后在这里就可以轻松调整内存倍率了，最高支持超频到 DDR4 5000赫兹以上的超高频率。可惜我这个内存由于先天体质不足，没办法超频太多。不过小超到3600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正好和我那台 1090K 主机一样。然后内存电压直接给它指定个 1.35伏 ，F10保存 OK 了。再次回到桌面，我们检测一下。内存频率3600，本次超频 so easy。让我们愉快地评测一下吧。作为 CPU 评测来说 ，CPU-Z 绝对是必测软件。跑分结束，这块 11900K 单核得分972.2分，多核得分10116.1分。跑分过程中，单核频率最高跑到了5.3几赫，据说这是11代酷睿的新技术。当有需要时，会有2个核心默认上到5.3。来，我们对比一下，左侧是 10900K， 右侧是 11900K。不管是单核跑分还是多核跑分，11900K 都厉害一头，差距显而易见。所以别看人家少了2个核心，干起活来可一点也不会少。接下来我又用娱乐大师跑了个分，得分89万，同样送上 10900K 的跑分。好吧，这里差距就出来了。由于少了2个核心，最终跑分被 10900K 成功扳回一局，所以看来多了总比少了好。3D Mark 方面，11900K 比 10900K 多了1000分左右，各方面数据全面超越。在这里11900K 的单核高性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接下来是游戏方面的测试，这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2代 CPU 之间的性能差距。微软的模拟飞行2020被称之为 CPU 杀手，也是最依赖 CPU 性能的 PC 游戏之一。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同样的起飞阶段，11900K 的帧数比 1090K 大约高出57帧。在飞行阶段，11900K 比 1090K 大约高出1至2帧，2代 CPU 单核性能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。在看门狗3中，这差距就更加明显了。同样的最高画质下，11900K 的帧数直接比 1090K 高出30帧左右。最后我又测试了刺客信条奥德赛，由于这款游戏自身带了一个性能测试模块，所以结果对比起来会更加直接。最终测试结果 1090K 平均帧数81 ，11900K 平均帧数88，同时2人的最高帧数也差别不小。这样看起来11代酷睿确实比10代更加适合玩游戏。当然，虽然我想装一台纯玩游戏的电脑，但可能也许也会偶尔工作一下，所以我用 PR 分别测试针对实际视频的导出情况，以便 1090K 再扳回一分。实话说，这结果有些出人意料，8核的 11900K 竟然比10核的 1090K 还快了半分钟左右。之前在11代还没上市之前，看了网上的评测实拍，我也认为英特尔这一次有点倒吸牙膏。但目前看来，11代酷睿在改进 IPC、原生支持 PCIe 4.0 以及新增 AVX512 SHA 指令集后，单核心性能得到很大提升。最后虽然明面上核心数比 1090K 少了2个，但整体性能却是不降反升。同时也相信接下来有更多的游戏会针对新指令集进行针对性优化，所有11代 CPU 在游戏层面上的表现也将会越来越好。当然前提是你还需要选择一块上好的11代主板，比如这块技嘉大雕 Z590， 这是我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散热能力最强悍的主板了，能够让你更放心的折腾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前面这建筑有点熟悉啊，你猜我能不能穿越过去？